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年轻就应该勇敢尝试。似乎保守的人都有一个共性，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，不敢去做一丝一毫的尝试。都说年轻就是资本，是希望。年轻可以犯错，可以无所顾忌，可以肆意挥霍，可以为所欲为。所以趁年轻，还是多尝试吧，别活得那么保守。你不去尝试，就永远不知道你有哪些可能。我认识一个网友，很有梦想，规划的未来很美好，几乎每次聊天都会听到有关于未来的美好设想。他在一家央企上班，工作清闲，有大把的闲余时光，而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梦想，想成为一个作家，想出版一本属有自己名字的畅销书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念叨这个美景，他幻想着自己现场签售火爆的场景。每这个时候，我都会给他来个当头棒喝，把他从虚拟的美梦中拉回现实。有的时候，光说不练，听得多了就心烦。你有那个愿景，怎么就不见你脚踏实地的去实践呢？文章光是靠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行的，你得把它变成文字，用键盘或笔跃然于文档或纸上。道理都懂，可就是不见他有所改变，还是依旧待在他的舒适区里。文字对他来说，或许本来就是一个美丽而羞涩的梦，可遥想，可远观，却不能触碰。这个网友之后我们就鲜有交流，但还是留有他的微信，透过他的朋友圈还是可以窥探一二。从其发表的文字状态来看，可以看见其内心的挣扎，但是所有的改变都应付诸实践，光靠想象是不能实现梦想的，得落地行走，才能到达想去的目的地。我跟现实中的朋友艾米聊起了这个事情，她则是一脸的羡慕，有那么好的条件却不好好利用，真是可惜了。艾米是在外企做销售，时间对她来说就是最稀缺的资源。一个月休息3天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天通勤就得花费3、4个小时，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写作爱好。做销售的时候，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，艾米这人也很活泼开朗，但凡被服务过的顾客都很乐意与其交心。久而久之，那些顾客的故事就经艾米的一番乔装打扮，变成她写作素材里面的人物角色。艾米也很聪明上进，对于写作很有天赋，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宽。有的时候，我会在文章末尾评论，真是个勤快又有故事的女同学，配一个害羞脸。私下和她聊天，既然工作都那么累了，干嘛还要这么折腾自己？下班后用写作的时间用来逛逛超市、天猫，或者是出入影院，不是很好吗？那样多自由自在。艾米微笑着说，我不想过那种80%的人都会选择过的生活。既然我想过20%的人才能过的人生，那我就得拿得出120%的努力来。我竟无言以对。但凡知道写作这么回事的人都知道，创作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
它需要你的日积月累，需要持续不断的深耕，才会有思想火花的碰撞，才会有一气呵成、气势磅礴的文章。虽然艾米还没实现她的文字梦想，但好在她已经在追梦的路上，相比于那些保守的人，已经是赢在起跑线上了。对于个人的喜爱，保守的人永远都是停留在嘴上说说、过过嘴瘾的状态，而行动派则是一声不吭就立马付诸实践，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行动才有梦想的可能。其实除了个人喜爱，对于工作事业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选择。有的人选择保守的将就，有的人选择是快速试错，绝不拖泥带水。小江毕业后很庆幸地考入了体制，过着许许多多的人梦寐以求的生活，有着稳定又清闲的工作，还有不错的薪资待遇。其实体制就像是围墙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想进去。要说是里面好还是外面好，我想是各有各的好，自己觉得好才是真的好。或许是年轻的缘故，小江对于这种一眼就能看见生死的工作日渐麻木。毕业那时立志要有所作为，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，也渐渐被生活这张网困得死死的，越是想挣扎，就越是挣扎不脱。一边是自我拉扯着，一边是职业困惑着。小江深知目前的生活的好与坏，他想要走出体制，可是又担心走出之后的不堪。这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，有父母、亲朋好友加在其中，他们都会以过来人的身份指点你，还是乖乖地待在体制内，别瞎折腾，出来后就有你后悔的了。毕竟是阅历和能力有限，小江至今都还在保守的选择将就着，不敢勇敢地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小海是毕业于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，计算机专业。毕业后很如愿地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互联网行业工作，月薪税后6000，在一线城市，这点薪资水平只够过活。好在小海是个孤家寡人，没有女朋友，也没有额外的开销，所以生存压力不是很大。小海知道，互联网行业拼的就是技术和能力，于是小海在工作之余，利用公司的资源和同事的关系，有的放矢地提升自己，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，为的就是能博得上级主管的注意，让他在有任务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自己。据小海回忆，最苦逼的时候，在医院边打点滴边敲打着键盘，修改项目方案，优化完善意见，把顾客当上帝，自我以为很满意的递交了方案。可是人不走运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感动都只是你单方面的一厢情愿。小海这么付出，得到的却是顾客不满意，要求重新调整和修改，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要不是看在工资的面子上，真想直接把方案甩在对方脸上，然后酷酷地说，老子他妈就不改了。当然，这都是小海的臆想，现实还是乖乖的如孙子般的修改，直到顾客满意为止。经历1年多的磨练，小海已经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。公司决定晋升他为项目经理。可在出色的完成团队任务后，小海在鼎盛的时期毅然选择了辞职，去更大的公司，更好的平台。因为他知道，之前的小公司已经不能给他带来成长，他需要更大的平台来历练。就像是一只老鹰，
当他还是幼婴的时候，还是很贪恋鹰巢的。可是当幼鹰长大成为老鹰时，广袤的天空对他来说有更大的吸引力。每个人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喜不喜欢，舒不舒心。家事给你高薪，但是每天你得顶着巨大的压力，闭上眼睛，连睡觉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，辗转各个饭桌，觥筹交错中看尽人间的辛酸。你寻觅良久都得不到一个真心的朋友，这样的职业你还要吗？相反，有的人做着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，空闲之余有点自己的小爱好，有3、5朋友相伴，或许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是这样快意的生活，拿千金万金也不换。对于个人爱好，对于工作事业，别那么保守，你还那么年轻，别害怕摔倒，大不了再爬起来，抖抖身上的尘土，继续前行。怕的是你保守的过一生，碌碌无为，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。